下次你在 NTUC 看到纽西兰牛奶起价，或者去打油，发现油费又贵了，先别急着骂通货膨胀。你看一眼现在的全球局势，中东冲突让红海航线持续受阻，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都在剧烈震荡。很多国家遇到危机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限制出口，保护自己。一旦发生断供，我们面临的就不只是起价的问题，而是拿着钱也根本买不到。这就是为什么黄循财总理在5月4日会和新西兰总理签署一份基本物资贸易协定，简称 AOTES。这绝对不是一份普通的双边贸易文件，对新加坡来说，这是一份在极端情况下的生存契约。新加坡每天消耗的食物有 90% 需要从国外进口，单靠我们自己的这700多平方公里土地，根本养不活500多万人口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远在南半球的新西兰，情况正好和我们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互补困境。他们有大片的农场和丰富的畜牧业，但全国连一座炼油厂都没有。新西兰大约 33% 的燃料需要直接依赖新加坡供应，这些从玉郎岛提炼出来的柴油和航空燃料，支撑着他们全国农场的拖拉机运转，以及跨国货运物流。相对的，新加坡从新西兰进口约 14% 的食品，其中乳制品甚至占了新西兰对新加坡出口的30%以上。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签署协定后，专门跑到我们的炼油厂拍了一段视频，他直接告诉新西兰民众，支撑国家运转的这批油就是从新加坡炼出来的。新加坡缺粮，新西兰缺油，两家的经济命脉恰好都握在对方手里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大家都在寻找底线安全感。平时你们去超市买牛奶或者肉类，会特意注意产地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很多人对供应链安全的理解还停留在多建几个仓库，多囤点货的层面。这种想法在当前的宏观局势下太脆弱了。仓库再大，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。更何况新加坡根本没有那么多土地来建战略储备库。AOTES 协定真正的硬核价值在于它的法律约束力。两国内部通过法律明确规定，遇到全球性危机时，绝对不能对对方实施出口限制或断供。涵盖的范围不仅是粮食和燃料，还包括关键的药品、医疗产品、高阶化工品以及建筑材料。回顾一下过去几年，一旦遇到疫情或者地缘冲突，各国的本能反应就是关起门来。比如我们经历过的活鸡出口禁令，或者其他国家的白米出口限制。黄循财总理在记者会上讲得很透彻，危机时刻每个国家都会想关门自保，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，全球供应链瞬间就会瘫痪，所有人都会遭殃。AOTES 就是对这种关门逻辑的明确反制。不仅如此，协定还建立了一套极具前瞻性的信息共享和危机协商机制。这意味着在危机爆发前夕，或者危机蔓延的过程中，两国必须互通有无，共同调度资源，而不是各自关起门来想办法。这种机制把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降到了最低，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取代了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。在关键时刻，它能救命。如果你以为这个协定只是为了保障普通人的吃喝拉撒，那就把格局看小了。对于在新加坡扎根，或者把新加坡作为出海总部的企业来说， AOTES 协定提供了一个突破断供风险的全新跳板。首先，食品、燃料和医药等关键物资有了法律保障的流通渠道，这意味着相关企业的供应链有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。地缘政治导致的断供风险被大幅对冲，企业可以更放心地进行长期产能规划。其次，两国这次还签署了电子认证简化协议，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跨国贸易流程被进一步优化，通关时间缩短，合规成本降低，这对物流和跨国贸易公司是直接的利润利好。更值得关注的是卫生部门签署的合作备忘录，它不仅涵盖了疫情防范，还打通了医疗物资的供应链。新加坡的生物医药企业，无论是做试剂、疫苗还是高端医疗器械，未来进入新西兰市场都将获得更稳固的政策支撑。不要忘了，新西兰在南太平洋地区拥有极强的话语权，他们明年还将担任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席。
借助新西兰这条纽带，新加坡企业实际上获得了一个低摩擦、高信任度的跳板，能够直接辐射整个南太平洋市场。机会的窗口已经打开，就看哪些从业者能最先捕捉到政策红利。站在更高的维度来看， AOTES 协定其实是新加坡外交策略的一次经典示范。在当前的大国博弈和逆全球化浪潮中，小国到底该如何生存？黄循财总理的思路非常清晰，我们人口少，但我们有行动力。我们无法改变大国的决策，但我们可以主动构建自己的可信伙伴网络。拉克森总理也形容，这个协定是把两国长期的信任转化成了实质性的行动。他们正在发明一种新的国际贸易架构。注意，这个框架并不是排他的小圈子，而是开放的。任何认可这套标准、愿意承诺危机时不断供的国家都可以加入。这释放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：大国博弈带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，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。小国如果一味观望，或者只看大国脸色行事，迟早会成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。新加坡和新西兰的这次联手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破局思路。与其依赖大国在危机时刻可能随时撤回的善意，不如通过多边或双边的法律文件，把彼此的核心利益死死绑定在一起。这种小国联盟的模式，在未来极有可能会被更多国家复制。在逆全球化的寒冬里，大家抱团取暖，用规则对抗无序。如果你对这种深度的国际博弈和宏观政策拆解感兴趣，希望看清新闻背后的真实逻辑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总结一下，新加坡和新西兰的这次战略合作，给所有在动荡局势中求生存的小国上了一课。世界局势每天都在发生巨变，只靠底层民众的恐慌性囤货，根本解决不了宏观的系统性风险。用法律条文锁定核心利益，构建高信任度的供应链网络，才是长久之计。国家在宏观层面的每一次供应链布局，看似遥远，但最终都会像水波纹一样，传递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成本和就业机会上。理解了 AOTES 这些协定背后的底层逻辑，你就能更清晰地看懂未来的物价走势、行业的政策风口，甚至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向。千万不要觉得这些国家大事离我们很远，他们真真切切地决定了你明天去 Kopitiam 喝一杯 Kopi 到底要付多少钱，也决定了你所在行业的抗风险能力。关注国际局势，本质上就是关注你自己的钱包和未来。请立刻打开下方的订阅小铃铛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